女孩皮糙肉厚，从小在农村吃烂白菜长大，所以在出了车祸时，父母认为她没有事不会死，只将她丢在普通病房自行康复。而从小被他们精心呵护的养女却不同了，她身体娇弱，是齐家的掌上明珠，所以哪怕只是手被车窗割破了皮，也被送到 VIP 病房进行救治。而此刻刚陪养女吃完饭的几个哥哥来到千夏的病房探望，千夏正躺在床上休息，听见开门声，他以为是护工来了，可睁眼看去却是4张扑克脸。虽然长相不一样，但无论是脸上的情绪还是眼中的厌恶，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齐千夏，你伤得多重啊？诗涵都能坐起来跟我们说话，就你还耍架子躺着？看着病床上的人，齐星不满地撇了撇嘴，这人真是的，他们都来了还不起来说话，就干在床上躺着。千夏看着4人厌烦的表情，扯了扯嘴角，你们不想来看我可以不用来看我，他就想好好休息一会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千夏撑着床费力地坐起来，因为刚吃完饭好不容易恢复一点的脸色又重新白了下去，还不起来？齐星抓着这件事不依不饶，说的谁想来看你似的，要不是诗涵谁会来？千夏听着齐星的话，靠着床不咸不淡的开口，那真是谢谢齐诗涵的宽宏大度啊，不然我还不能见到各位大忙人。他低着头，话中没有因为他们到来的惊喜，反而是很冷淡平静的语调，对于自己的伤绝口不提。4人心中隐隐有点不适，这与他们设想的不一样，其中齐星最为明显，他站着浑身不自在，之前还想着若齐千夏又缠着他叽叽喳喳，看在他受伤的份上，可以勉为其难的跟他说2句话，可现在病床上的人低着头不看他们，手被吊着头也被纱布缠着，看起来很严重的模样。齐南希的目光此刻也落在千夏身上，眼中有着些许探究，你身体哪不舒服自己找护士，换汤不换药，又想靠与众不同博同情，这样的招数用多了烦不烦？齐南希，你不想关心我不用这么为难你。对上那毫不掩饰的厌恶眼神，千夏神情淡然的看向他，真恶心，你说的不耐烦，我听的也恶心，恶心2个字出口。齐南希震惊的看向他，你说我恶心？怎么？你们可以随意指责我骂我，我反驳一句都不可以了？看着齐南希冷漠刺骨的目光，千夏心中有一瞬间的胆怯。对于齐家这4个男人，他最怕齐南希。齐南希不会与人交付真心，他的狠是骨子里透出来的，仿佛跟毒蛇一样冰冷无情。齐星注意到齐南希变了脸色，赶紧开口，你每天摆着个脸给谁看啊？看了就觉得一天的好心情都没了，就像谁欺负你谁欠了你似的。千夏闻言立马笑了，对啊，我就是每天摆着个死人脸，但我想问问，在学校你天天被人欺负排挤，回了家不是温暖的港湾，反而等待你的是无尽的指责和厌恶的眼神，请问齐3少你高兴得起来吗？你们看不惯我可以赶我走。千夏的话让兄弟几人皱眉，什么受欺负排挤？学校有诗涵照顾他，怎么可能会受欺负排挤？要撒谎也不撒个真的。还有在家里他们什么时候那样对他了？分明是他把诗涵欺负的连话都不敢跟他们说。齐星很快又跳脚反驳，下意识维护起诗涵，你就是看不惯诗涵，你就不该回来，你回来我们一家人的平静生活都被打破了。看着那双空洞麻木对他们没有任何期待的眼神，齐白垂在身侧的手不由拳了拳，心中有了股不易察觉的慌乱。是啊，是我打破了你们的美好生活，你们当初就不应该把我找回来，你们现在可以做你们一直想做的事了。齐南希的目光落在嚣张起来的千夏身上，语气里满是嘲弄和鄙夷，怎么你还想走？走哪去？现在吃我们家的用我们家的，就连住院都是我们家付的钱，你有什么胆量走？看着他眼中的嘲讽，千夏心中升起一股气，放心，我会还给你们的。说着他一把扯下了自己手上的针，拿过床头柜上的破旧帆布包朝门口走去。软柿子也是有脾性的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讥讽谁惯的他们，这京城他待不下去了，他还可以回西山村回奶奶家。千夏的手因为他粗鲁的动作不停往外冒着血珠，血顺着指缝滴落在地上，很快将雪白的瓷砖晕出一小片血迹，而腹部的伤口也因为激烈运动重新拉扯开，单薄的病号服上渗出了很多血。兄弟4人见此呼吸一滞，他们还以为千夏只有脑袋和手伤了，没想到他身上还受伤了，原来这次他好像是来真的，不是像之前那样靠离开来博他们同情。够了齐千夏，不要闹了。麒麟一直在一边冷眼看着这场闹剧，这种小事弟弟出面就好了，但此刻见他要走，麒麟目光凝了凝，转身伸手拉住了他胳膊，可拉的正好是千夏骨折的胳膊，这一拉千夏立马疼得弯下了身子。见此麒麟赶紧松手，看着他那咬紧牙关冷战的模样，心中难得升起一股愧疚感。麒麟，你们想让我死没必要这么折磨我，你们不想我待在齐家，我就如你们所愿给齐诗涵腾位置。麒麟对上那双蓄满泪的眼睛，全身紧绷，他张了张口想说不是故意的，可又碍于面子一时说不出口，最后他瞳孔微睁。齐千夏看着倒下去的人，齐星下意识上前将他接住，同时有些惊慌地喊着，医生医生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是跟诗涵一辆车吗？诗涵就是轻伤，他怎么这么严重？要早知道他伤得这么严重，自己刚刚就不那么对他说话了。不知睡了多久，千夏缓缓睁开眼，可听着耳边那些熟悉的声音，他眼中出现浓浓的失望，没走成啊，还以为他们会顺势把自己丢出医院呢。千夏有些嘲讽地扯了扯嘴角，你们放心，用了齐家的钱我会想办法还的。齐千夏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什么时候要你还钱了？齐家又不是养不起你，这明显是把齐南希的气撒在他们身上了。想到自己被迁怒，齐星也不高兴了，他又没说过那话，干嘛迁怒他？而麒麟本身想道歉的，但听到此话一时也被堵在喉中。你们的意思不就是那样吗？齐南希的话不也是你们心中想的？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赖账的，等出院后麻烦你们将账单给我。千夏语气平淡，话里话外都是要将自己和他们家划分开的意思，这让齐星感觉不是滋味。他不乐意的说道，都是一家人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让你还钱？一家人？你们的一家人是齐诗涵，不是我，是我打扰了你们一家人的平静生活，这是我的错，我有罪，我当初就不该跟你们回来，不该想知道有家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，起了贪念。齐星抿了抿唇，可又想到自己也曾说过不欢迎他回来，这又让他无法辩解。而他的话也让麒麟想到2年前去溪水村接他的画面，那时小丫头刚放学，他背着书包牵着奶奶，手上拿着一个棒棒糖，脸上的笑容也格外灿烂，即使是穿着普通的白 T 恤和黑短裤，也依然藏不住那姣好的样貌。他的脸与母亲很像，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肯定是亲生的。当他走到小丫头面前说是他哥哥时，小丫头明显愣住了，随后眼中迸发出巨大的亮光，追问真的吗？他那时心里复杂极了，没想到找了10多年的妹妹是这样的。
同时又有一股心疼，毕竟是他们的疏忽才让千夏走丢了。当初的具体细节他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小丫头那时的眼睛格外亮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。可把她带回家后，那双眼睛便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厚重的刘海。而如今她的眼睛是如此平静，明明是个16岁的小丫头，不知何时已经变得麻木平静，像是历经沧桑的老人，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，甚至会说出要和他们家划分界限的话。这和当初听到自己有家人时的雀跃兴奋是截然相反的。千夏似乎对他们已经失望了，意识到这一点，麒麟忽然觉得心口有点闷。为什么呢？怎么会呢？他忍不住用话找补着。今天上午的事，南希也不是有意的，只是那时以为诗涵情况危险。没关系啊，习惯了，你们也不用跟我说这些。毕竟齐诗涵是跟你们相处了10多年的妹妹，你们选她很正常，不用向我解释。我与齐诗涵没有可比性，这我早就知道的。若可以，你们多半希望我死在这场车祸中吧？但可惜让你们失望了。千夏还是一副淡然的语气，毕竟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了。齐诗涵让他们来看自己，就是想让他们来奚落自己，而他们来看自己的目的也很明显，就是警告他不要欺负齐诗涵。他都已经把流程记住了，每天上演一遍。他们不嫌烦，千夏都嫌烦了，也不想想他一个随时担心被他们厌恶的人，怎么敢做出欺负齐诗涵的事？有时候面对没脑子又眼瞎的人，千夏是真的很心累。什么死不死的，总提这个字干什么？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齐星立马反驳。麒麟也皱起了眉，但因为他受伤的缘故，难得面色没那么冷，甚至还安抚起了他。喝点水。齐白走到一边，倒了杯水给他。千夏没有去接，反而开始赶人。不用不可，你们不用在这看着我，去看齐诗涵吧，他更需要你们。在这待久了，他还以为又是我使什么法子留下你们了。齐白皱眉，淡声开口：不要闹小孩脾气，嗓子都哑了。闹小孩脾气，我有资格闹吗？看着齐白冷淡的表情，千夏心里涌起一股怒气，伸手抢过杯子，一口灌进嘴里。相比于麒麟的无视和斥责，或齐南希毫不掩饰的厌恶，以及齐星直言直语的羞辱，只有齐白这一副永远清清冷冷，好似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态度最令人厌烦。喝得过急，千夏被呛得猛咳，齐星快速抽了几张纸给他擦嘴，同时还无意识的念叨着：你这人脾气怎么这么急啊？喝个水也能呛着。齐白手上攥着的手帕被收了回去，可眉头却皱得更紧了。他还记着千夏腹部有伤的事，别碰我。千夏没想到齐星会有这举动，直接挥开了他的手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简直就是不识好人心，过分了。齐千夏本来在一边看着的麒麟下意识出声呵斥，他自己凑上来的。在他顶嘴的话一出，齐星和齐白往他的方向靠了靠。麒麟早早就接手了骑士，身上的气势很足，最见不得的就是一家人不和睦。现在千夏不仅不认错还顶嘴，这必然会让大哥不高兴的。你这个月的零花钱没有了。等了等后看人没有认错的意思，麒麟漆黑的眸子盛起怒意。千夏轻笑了声：3000块的零花钱，扣了就扣了。看千夏没有丝毫悔改的模样，麒麟心中的愧疚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怒火。我们走，既不需要我们关心，还留在这干什么？讨人嫌吗？诗涵还在楼上等我们呢，你跟大哥认个错，他会还你的。麒麟积威已久，他在气头上，齐星也不敢不听。然而千夏却转头根本不搭他的话。在麒麟他们离开后，千夏才觉得有些压抑的氛围消散不少。至于齐星的话，他就当在放屁，都要走了还在乎他们对自己的态度，简直可笑。这时一个看起来就很勤快踏实的妇人出现在门口。齐小姐你好，我是陈小少爷找来的护工，路上有点堵车，我来晚了。看着病房内撑着身子要起来的人，王姨赶紧快步走了进去。齐小姐你想做什么吩咐我就好。听是陈琳找的人，千夏放心不少。你好，那个我想上厕所。到底是个小姑娘脸皮薄，这么大人了上厕所还要别人帮忙，她有点不好意思。好的齐小姐，我姓王，你叫我王阿姨就好，我现在扶你去。对于齐千夏的不好意思，王姨只是笑了笑，便伸手揽住她，让她大半身子都靠在自己身上，感受到那轻飘飘的重量。王姨眼中有过诧异，这也太轻了，难怪陈小少爷吩咐自己做饭多做点，想法子多劝小姑娘吃点。上完厕所回到床上，千夏温声开口：谢谢王姨，麻烦你打开换气系统，有脏东西进来过，空气我闻着不舒服。虽然王姨有点奇怪病房怎么会有脏东西，但雇主的话她听着就是，麻烦王姨了。对于陈琳找的人，千夏很放心，应付完齐家的几个男人，她心累得很，现在又想睡觉了。然而这一睡就睡到了晚上。齐小姐你醒了，我熬了点粥给你端来吧。一直守在床边织毛线的王姨注意到醒来的千夏，立马放下了手中的活。王姨你还没走啊？入眼看见一张温柔和善的面容，千夏还有点恍惚，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她已经很久没感受过醒来时床边有人守着的滋味了。喝完粥后，千夏看着坐在旁边重新织起毛衣的人搭话：王姨你是在织毛衣吗？是啊，给我女儿打的。提及女儿，王姨眉目都沁着温柔，你对你女儿真好。千夏看着那细密的针脚，一眼就能看出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，哪有母亲不爱自己孩子的？王姨手脚很快，动作一点都不拖拉，嗓音含笑，下意识说着，可话一出口，她瞬间想到什么，不由歉意地看向千夏。然而千夏的脸色却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反而嘴角扬起一个浅浅的弧度。是啊，哪有母亲不爱自己孩子的？只是爱的不是我罢了，不爱这个给她丢脸的孩子。